现在这个15号公路这边啊，有许多路段在实行机动管制，也就是说，先放一边的人过来，然后你才能再过去。那运气不好的话呢，你就要排队等车啦。看来还是有蛮多地方在修复当中，正在施工。我们现在又到了新城乡的这个博爱路，那这边有经过一个消防队啊，我们把车子停在这个附近。刚刚在附近简单的吃了一下中餐，就又要再上路啦。毕竟我们还有100多公里要开啊。这真是一条好长的路啊，开到现在还有60公里才会到我们要住的地方。这边经过的呢是寿丰溪，中间呢我们就在凤林乡这边先暂停一下。这边路边看到了一家叫三立冰淇淋的，先去吃一点东西吧。今天是放假的前一天，所以出来溜达其实还蛮 chill 的，都没有人啊。这边是它2楼的走廊，这是外面的公共空间啊。好啦，那这个就是无印良品官方设计的这个室内的风格。虽然看不到什么漂亮的市容，但是至少是对外通风的。TOTO 的卫浴，然后除湿机用的是 Panasonic， 有一些稍微突出的空间，就可以拿来放一些随身的物品。它这个饭店里面的一些空间啊，互相交错，层次变得比较丰富吧。那个天台上面啊，还有一些植物攀爬在墙上。走在这个玉里的街上啊，发现好多的小吃店。到这边当然就是要来吃桥头臭豆腐了。哇，大家看一下那个电风扇，这么多的摆在一起，很威风的感觉。这个好吃啊，也不单纯是口感，它还有一种淡淡的、特殊的那种焦香的味道，就吃起来跟其他的臭豆腐不太一样。原来玉里车站这么的先进，这规模还蛮大的，拿一个钵在那边啊，第一眼看到的感觉怪怪的，后来才发现啊，原来他拿的是一碗面啊。蛮大一份，这个早餐这样一吃啊，撑到中午绝对是没有问题。那馅里面看起来还有这个洋葱，然后蛋啊、烧饼啊。那中下方那个是酸菜吗？早上这个车站附近啊，感觉就是一个菜市场，非常的有朝气。做生意的啊，卖小吃的啊，卖早餐的。我们穿越了市集，然后经过了玉里国中，这边要往玉里神社走过去。这个限定古迹是日治时期政策下的建筑，主体已经坏掉了，目前是保存2座鸟居。这雨势也渐渐大了起来啊。这边看到一个倒下来的石碑，叫做表忠碑，追念日治时期呢受布农族人袭击身亡的这个一个日本警察。招牌上面的照片是在1933年所拍摄的。这张照片是拍摄于1936年，可以看见当时的本地的房舍都是木造的。那站在阶梯上呢，可以看到玉里街庄的风貌，还有远方秀姑峦溪的美景。
这边可以看到一个石灯笼遗迹，是民国111年震毁的。这边是玉里社大殿以及拜殿的这个相片的说明。不过可以看到上面的照片其实都已经不清楚了，而且都有裂痕的。这边可以看到玉里的市容，还有远方的秀姑峦溪。虽然今天是下着雨啊，但至少还是有一些能见度。现在要下到平地去了。我们这边刚刚经过这个南安游客中心，那旁边就是小有名气的金城武术啦。好吧，我必须说，这个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觉得让人家印象深刻的就是一棵树嘛。慢慢走进这一棵树之后发现它没有想象中的小，左右两边都是很广阔的这个稻田，然后有非常多的蜻蜓飞来飞去。这边是南安游客中心，这边有一张告示写，在瓦拉米步道3.5公里，这边有熊出没，有人看到。我们现在把车子停在八通关越岭道东段登山口的这边有一个停车场。首先这个入口处就是一个很精致的这个石头，八通关越岭道上面有各种繁复的这个装饰其实会来走这个八通关古道也是有一点阴错阳差，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其实我旅行也不太喜欢把行程排满，常常有的时候说走就走了。那反正现在也都是阴雨的天气比较多，这个步道处理的还不错，目前沿路上都有一些碎石子，那也正好没有下雨，天气又凉凉的，蛮棒的。如果再能够从远一点的方向看得到黑熊，当然不要起冲突，那就更好了。这边经过一个山峰驻在所，因为这边经常有强劲的山谷风吹来，所以呢就叫做山峰。这个驻在所建于1920年，24年后就废掉了。那这个步道呢，继续往嘉兴的方向走，会经过山峰1号桥以及山峰桥2座别具特色的吊桥。这边就看到几个告示，叫我们要小心毒蛇，要小心虎头蜂，也要注意这个黑熊的出没。但是这个森林就是黑熊的家，如果它走出来很正常，也不要担心，保持距离就好。好，这是遇到的第一座吊桥，远看还蛮漂亮的，有一点壮观我要把专注力放在我的摄影器材上。哇，真的是很壮观你看我震惊到都说不出话来了，好废哦 ，shit！ 过了山峰1号桥，这边有一个简单的这个瞭望台，走过来看一下。こんにちは。小心路滑，小心断崖。那目前看到的对面而来的游客都是一些比较有年纪的长辈。这也说明了这是个简单好走、养护也非常完善的一个步道。不过要走也可以走得很长但我们只是浅尝辄止。这边有一些警告，左下角那个也太残忍了吧，禁止打猎。好，这边来到了第2座吊桥，叫山峰桥。山峰桥呢，不但保留日本时代的风貌，就连当时的铁索也是完好如初，极具历史跟工程上的意义。这相较于刚刚那个山峰1号桥就短了许多。左边呢，也有一个水势颇为强劲的瀑布。我们
们近看一下这个历史的痕迹呀。这个路旁有一个长凳，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这边是要开回玉里的途中。那为什么会停在这里呢？其实没有什么，觉得很宁静啊。爬完山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吃马盖鲜。这个马盖鲜看来刚刚跟风果老莫干完一场架。它室内是有冷气开放的。这是我点的玉里干面，因为是店长推荐的，然后另外加价，加了2颗卤蛋。这是肉燥吗？还是？哇，汤头也不错，有一种清香。他脸发生什么事情啊？怎么有一个漫画一样的鼻子啊？我从饭店的大厅借了这本书，叫做《带你回花莲》，它里面有很多大量的照片跟插图，然后辅以一些文章来介绍古往今来的花莲跟它的发展。那特别是自大保演内容也很轻松。有机会想要看一下花莲的话，蛮推荐这本书的。当年日治时期插画家画这个花莲的游览的地点，然后有看到我们早上去爬的那个八通关，在这里。现在是礼拜6早上，天气终于放晴了，看到天边有一道曙光。现在是早上5点多的时候。这一只猫总是在睡觉。我看到它清醒走动的时间似乎不多。三仙台登岛往返时间大概2个小时岛上设有2亭1座，步道大概要走1公里。他这边说，如果风速达10级风，这个桥梁他就把它封闭起来，维护自身的安全。我们现在站在桥的中央了吧？这边的景致还不错，可以看到远方的山。三仙台全岛面积有22公顷，最高是海拔77公尺，有珊瑚礁环绕，有很丰富的海蚀凹壁的地质景观它是一个海鲜餐厅，它停车位很多但是里面的位置却很少。
我们跟一对夫妇一起并桌吃东西。他爸爸是个老外啊，小朋友非常的可爱。定位吗？那可能现在没办法，要等多久？没有办法等，等下才定位。现在已经是下午2点16分了。我们其实今天故意比较晚出发，索性就放弃了1点之前要上那个苏澳往北，因为它有高承载的限制。然后我想说不管啦，今天呢就等到晚上6点解除高承载。这边有一个帆船造型的这个张元教会啊，我们特地停在路边，然后走过来看一下。可能是因为靠近海边吧，有一些生锈的感觉。这边有一只小黄狗，它还蛮亲人的啊。从长滨那边一路杀了2个半小时过来，就是要赶5点之前。我家这口子啊，他要跟他买柠檬汁。哎呦喂啊，真的是，大概还差不到10分钟，他就要打烊了。这个新城天主堂已经来第4次了，因为真的很喜欢这个区域啊。每次经过啊，就过来走一下，感受一下这边的悠闲。可以说现在的猫全员出席啊，眼下就有4只躺在那边休息。哇，原来他们都在这边吃东西啊。再来看一下远方漂亮而绵延的山脉，真的漂亮。